清德变成武统说的代言人，这就是民进党2022大败的原因。这才是他2028年胜选的最好路径。过去说过呢，我最能带来和平，结果现在才做了1年半而已，自己变成武统说的代言人，那你不就掉入了传统国民党的论述，要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所以赖清德2028连任的最好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林北赖清德2024就说台湾是国家，那现在都不打仗，你继续票投赖清德。国民党是台独，民进党是统派。赖清德在干的事情都是在帮和平统一铺路，国民党在干的事情，这都是在扯大陆后腿。所以我主张积极支持赖清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役男要禁止出境，至少要当3年，女性也要服兵役，教招1年1次的来台，是不是很合情合理？但是真的做了会怎么样？老百姓就投给国民党，所以在野党不要去当刹车皮。而且赖清德在干的事情，解放军也很高兴，大陆也很高兴。为什么？马英九执政时期国防预算最后大概是2800，如果和平统一军费每人普发1万，好像没什么。赖清德时期和平统一之后1.5兆省下来，每个人每年普发5万，大家是不是更支持和平统一？结论：国民党是台独，民进党是统派。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赖清德的2027武统说，过去2024选举之前，民进党都说战争论是在野的认知作战，恐吓老百姓的一种做法。那赖清德过去说过呢，我最能带来和平，结果现在才做了1年半而已，自己变成武统说的代言人。2点的版本，以2027年完成台湾武统为目标，而且说各类型的军事侵扰、海上灰色地带、假讯息的复合操作不断，所以加速侵略台湾的军事准备，企图以武逼统。以武逼降，并吞台湾。后来感人，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的准备为目标。但老实讲，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准备跟没准备其实差距也不大。这句话在总统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整体来说，赖清德大错特错的赌错了。第一个，过去以来在野党长期在讲2027两岸很紧张要打了，所以告诉大家支持9·2共识，两岸对话才有和平。所以过去绿的都主张大陆是纸老虎，大陆不敢打，大陆都是假的，大陆也要发展，所以不用怕。我记得2023年的美国那边的新闻说，习近平说无攻台计划，民进党当时就讲习近平打脸在野党，操弄战争风险。现在结果赖清德亲自出来坦诚，2027年以后会很危险。我觉得最可笑就是近期就看到一大堆的绿营青鸟在那边刷，你看这个好危险，要打了。不是你们1年前都说很和平，稳了。所以看到这些青鸟，让我想到1984那部小说里面都是一群丧尸。领导人说 A 国是敌国，底下讨厌 A； 领导人一下说 B 国是 B 国，就讨厌 B， 毫无任何的信念立场价值。他们唯一的理由就只有支持民进党。所以赖清德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蓝白合让他倍感压力，第二个中美的局势，第三个因为看到高市早苗反中民调很高，所以他就决定要来搞抗中保台这一套，把明年的选举年定为抗中保台年，一路打到2028来破蓝白合。否则你说他怎么破蓝白合？他没有招，他那个抹红郑丽文来，人家国防预算你不同意就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就玩这个老招数。可是这个战略大错特错。一，明年地方县市首长是抗中保台票；第二，美国会先教训赖清德，因为明年美中会谈要4次面，所以美国会打压台独。第三，它最关键的是没有精准掌握到两岸关系人民对抗中保台牌的一个曲线跟峰值。赖清德2028连任的最好方式，不是去打抗中保台，是告诉大家，林北赖清德2024就说台湾是国家，到现在都不打仗，所以继续票投赖清德，这才是他2028年胜选的最好路径。可是他竟然告诉大家大陆会打，那不就真的表示要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那你不就掉入了传统国民党的论述？这就是民进党2022大败的原因之一。所以在野党的宣传就很简单啦，回归到传统的叙事，要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躲避成为战场的最快方式就下架赖清德。所以抗中保台的招数，它会有一个上限。如果都只是大家嘴巴挺、键盘挺香港、挺乌克兰，这种抗中保台，民进党的民调就会升。过了一个界限之后，民调就会降。那个界限是什么？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2022年就宁愿你兵役延长，大家觉得我本来只要当4个月就要当1年，是不是真的要打仗嘛？本来不用教招要增加，所以现在赖清德在抓的是他只出一张嘴，我不影响到老百姓生活。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务实的来推动这些保台行径，而且还逼得你赖清德无法下台。否则理论上，如果真的要打仗，你政府都应该做很多事，比如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训练怎么撤离，后来要停班停课训练，或者2027如果要打仗，那2026年的役男要禁止出境，兵役至少要当3年，女性也要服兵役，教招现在是讲说8年内教招4次为上限，根本应该1年1次，这些才叫做真的
具体防止战争，但是这种事情赖清德当然都不会做。这真正保台的事，你为什么要拒绝？因为做了就会掉票，所以要逼他做，没有逼他做，那老百姓就没有受影响。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在野党不要去当刹车皮，我积极支持赖清德，所以我主张兵役要恢复成3年，教招1年要1招，岁数要增加，天数要延长，每1年至少都要有2次的停班停课的军事训练，逃生避难演习。那你看我提这3个建议，那是不是爱台？是不是很合情合理？但是真的做了会怎么样？老百姓就觉得干民进党要逼我，真的要打了，投票就投给国民党。所以做民进党想做的事，最后大家就会投给国民党。而且国防预算增加这件事情，谁又很高兴？解放军也很高兴，大陆也很高兴。为什么？马英九执政时期国防预算最后大概是2800，如果和平统一省下军费，每人普发1万，好像没什么。赖清德时期2030年 GDP 是5%，等于有1.5兆，和平统一之后1.5兆省下来，每个人每年普发5万，大家是不是更支持和平统一？你赖清德在干的事情，都是在帮和平统一铺路，帮解放军铺路。国民党在干的事情，那都是在扯大陆后腿。所以结论是国民党是台独，民进党是统派。赖清德是统一推手哦，所以我们蓝营不断的去跟赖清德说帮军人加薪，要美国交货，但还要被骂中共同路人。赖清德才是真正的中共同路人。民进党他不是玩统独战争，是玩我要让在野党表态，你到底是爱台湾还是不爱台湾？他们要建构我是中华民国捍卫国家爱台湾唯一品牌，你们蓝白都是中共同路人。可是大罢免已经玩过1次了，全军覆没，那为什么他还要继续玩？因为他没有别招。因为他怎么想，万变不离其宗。只是他把抗中保台用在什么样的叙事脉络？他现在这个叙事脉络很荒谬，媒体的标题是说赖清德证实北京要在2027年武统台湾，是连绿媒都做这个标。那这个叙事脉络的用意是什么？第一个告诉大家2027有战争风险，可是这跟过去民进党讲说你投我不会有战争是矛盾的。我说他的幕僚训练有问题，我是建议赖清德赶快先定就乃3。好，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幕僚写的稿赖清德从来不用，因为后来总统府出来说是媒体错误解读，没有，赖清德就是这么讲的。所以我说这才是最可怕的。以前我们讲军无戏言，狼来了，就变成是他现在讲话大家都把他当放屁了。所以就算今天一个国家元首讲出这么严重，他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在2年就要武统啦，股市居然纹风不动，这代表他讲什么没有人在乎了。这才是他这一波操作最麻烦的事情。而总统府，你要嘛你就坚持你自己的讲法，结果后来他们就讲说没有，就拿出了美国国会最近那个报告，2027是完成准备，2035、2049，他就多了2个时间点，22年的预言，所以这就是一种包牌式的风格。那我们都知道嘛，台海如果今天俄乌战争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台海跟南北韩，这是全世界都会关注。只是说这个情势，比如说在马政府时期，大家看到两边是频繁交流，只是偶尔有些小议题插枪一下。交火一下那个还好，可是当今天从裴洛西这个事情以后，全球关注台海的议题，是因为真的开始有军事侵扰，而始作俑者是谁？是民进党。他们说是老共从来没有放弃过要统一台湾，好不好？只是统一的渠道、方式、途径不同而已。而民进党开始用以美谋独，我第一篇发的重点在遗传论，所以总统府他们也发现问题了，赶快改。谁要求？当然是老大哥。这篇的内容是美国人不乐见的，尤其是川普他们就觉得你又踩到那个红线，因为我现在在跟中国大陆玩博弈，你不要打乱我的节奏，所以总统府必须要去重新诠释赖清德的说法，而赖清德不是失言，他就这么认为的。当他今天讲的这段话里，其实最大的讯息的盲点在哪里？就是你怎么知道北京当局2027要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你是听床师吗？八炯告诉他，还是他其实就是内应？所以我才说指出消息来源的，这种稿子要很精确。可是你竟然没有，所以我才说这一篇论述就是凸显了赖清德的那种莽。所以我们先不管美国，我们讲在全球有一个叫做台海战争产业链，他们的工作就是分析台海战争风险，所以他一定要讲的台海有战争风险，这种大概每3到5年就会有一个新的时间表。可是，在马政府那个时候，基本上会空掉，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两岸不会开战。清德跟阿扁真的很好，在制造麻烦的部分，可能甚至青出于扁，更胜于扁。真的，陈水扁自己举了一个例子，当年他就是在玩这个来操弄，就说当年中国要完成对台动武3阶段，时间表是2007年、2010、2015，请问真的有这个吗？
所以你看后来什么2018中共武力报告，什么2020年以前要完成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那今天这个中共完成2027这个武统准备，不就是废话吗？陈水扁用这段话，感觉是在挺金德，实际上是在吐槽赖清德，他是在告诉你。老共早就准备好了，只是老共现在过去他们比较弱势的航母、新世代的军武设计、新型战机等等的超英赶美，这个才是现在我们台湾压力更大的主因。那陈水扁今天他不是在挺赖清德，因为陈水扁有求于赖清德，因为民进党不想碰陈水扁特赦案。那赖清德今天讲的全部都不成立。当然，赖清德举那个2027就是为了2028的连任做准备啊。1.25兆，最早是王定宇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过后，他出来讲将会有1.3兆的特别预算，会在11月初提出来。10月28号，徐巧芯在立法院问卓荣泰，王定宇讲的这个你知不知道？卓荣泰都不知道。那王定宇那时候讲的就是赖清德要的东西，那时候国防部说8月就送行政院了。所以赖清德其实这一套论述是从他今年3月赖17条开始，跟美国用特别预算让未来8年的国防预算 GDP占比再加成，而且他们这个8年他不会平均分配。徐巧芯他讲说，有可能前4年就占掉将近1兆，那至少每年是2000亿，你这个2000亿堆叠上去，每年的 GDP 占比就到4，所以2030要到5%的难度就很低了。所以这个是他本来就已经铺排好的剧本，而这个剧本碰到大罢免的时候，他跌了一跤。简单讲，赖清德大罢免本来他的如意算盘是我国会夺回来，这个要通过就易如反掌，可是最后没有嘛，所以这时候就要包装成另外一个脚本，逼迫在野党你敢反对吗？因为在我的叙事背景下面，蓝白叫中国台湾，我民进党叫民主台湾，你反对你就是中共同路人，你要站在我的民主台湾阵线，还是你的中国台湾的路线？他现在就是玩表态游戏。我必须说，赖清德就是蒋介石的接班人，因为那个年代你就是要表态效忠，凡是不效忠的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就这么简单。现在他在玩的就是这个游戏。赖清德内心是个小蒋公，赖清德对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要求非常的高，但是他本身对意识形态的论述能力很低落，经常性连历史都讲错。比如说他最近讲最夸张就是黄百韬人数你 Google 都不会错的东西他错了。那对赖清德来讲，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政治需求的刚性，而不是在于他真正面对实务问题的内核性。那蒋公的政治需求的刚性是要支撑他的军事行动，但是蒋公有小蒋，所以蒋中正可以把治理问题丢给蒋经国，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做的风生水起，包括进口替代、加工出口区，后来还有孙运璇，所以他就不担心这个。只是那个时代有百口，有军警宪特会抓人，而且那个时候美军驻台啦，那时候美国是台湾邦交国，好不好？但是问题就差别在这里，你赖清德想学蒋公正，想当赖公，但问题第一，美军没在台湾驻；第二，你用军警宪特抓人，他确实在执行，他用检察官取代军警宪特；第三，白色恐怖，他用国安无法，他现在推守护台湾民主国安行动方案，这名上可以了，你把它简称为打掉杂质专案了，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看开场白把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他们没有停过啦，从来他们的逻辑就是中国台湾。现在麻烦的是，赖清德在我们的中华民国境内去找谁是中国台湾，谁是民主台湾，这才是你领导人的问题啦。他这套理论是研制沈伯洋的用法，沈伯洋用法，台湾内部一定有匪谍。而且简单讲，沈伯洋在玩认知作战，对，他们现在在讲的这一套全部是认知作战。可是这里有几个点，第一个，这个方案能不能骗到人？但是你连黄百韬将军他怎么牺牲的过程你都讲错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质疑你，而且你的目的性太强，所以他今天这一整篇说穿了就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政治攻防而已。所以我没理他。我觉得赖清德是一个论述性很弱，但是政治性很强的一个领导人。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赖清德不断在破功，长期下来是严重动摇他想做认知作战这个能力。所以这一篇竟然股票还涨，可笑。因为目前我觉得台湾对两岸的情势都已经进入麻痹，大家觉得反正不会打，要真的有飞弹、天然气无法运入台湾海峡，导致台湾的发电出现状况，开始限电，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秩序就会大乱，否则大家都觉得没事啦。今年绕民进党选票增加，今年绕到影响我生活。
那民进党就掉票。但是赖清德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就是他的论述老师出纰漏，他到现在没有一次没有被他吐槽的啦，而且经常就是历史出错。我觉得他的幕僚是有问题，还是他自己本身强而有力去介入这些稿？像赖清德很喜欢用这个词，同时更讲，这个是他的常用词。所以我说赖氏的语言，这些稿件都是他主导的，他不会去听幕僚的，他是一个主导性很强的人。那他选择的叙事就是叫战争恐惧，而这建基于在国会没有办法变成多数状况下，他决定要跟在野党玩鱼死网破的游戏，他要在野党在各种议题全面表态，所以他后面还加了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求国会要做出决议。其实我必须说，我们在野党就同意，我们绝对不接受，就跟着你走就好啦，这个有什么好去对抗？一国两制当然是共产党要的啊，我们台湾目前主流民意不会接受。可是他在赌一个东西，如果老共叫国民党团把这个方案驳回，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对国民党有伤。这一波正传媒的民调对赖清德来讲绝对是定心丸，他觉得他已经回到罢免前强壮的那个样子了，没关系，他开心就好。但这一套论述能不能有这个效果，我觉得还要观察。目前我认为比较偏向于他又被一群人包住了，给他假的讯息，要他这样做，因为有一群人要赚战争恐惧财。黄百韬那个案例，他拿出来讲，他只是要讲给会相信他的人听，而且他想要借此吸纳那一群中华民国派对郑丽文去祭拜无实这件事情不满的人，他只是要告诉你我在解读中华民国的历史。其实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危机是中华民国的论述变成是民进党，而且民进党试图把你推向中共的史观，他要的就是中华民国派原本反共的，他要吸纳，他认为靠这一块可以让他的48撑到50%，因为他必须要有1对1过半的能量。他的判读就是反共的人超过50%。这整件事，我觉得还有一个变数。郑丽文的回应：2027可能中国会中台，还有1.25兆的天价国防预算，甚至他昨天对于您还说，两岸和解没有实力的后盾，是投降，是为亡。我一直强调，在我主席任内，尤其是未来的这3年，台海的安全至关重要。民进党长期执政的结果，让两岸兵凶战危。在赖总统记者会之前，民进党都在抨击28年是不是能够有和平的选举，结果赖总统的发言似乎也已经认证了28年之前很可能两岸就会迎来武力的冲突。那这我相信不止2300万人不想看到的，也是区域乃至国际社会要全力避免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赖总统应该要往和平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要让两岸的局势持续的升高。昨天的很多的谈话，不只是台湾民众，甚至于我相信国际社会都高度的忧虑。所以希望赖总统能够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玩火。东北亚的局势稍微出了能缓和的迹象，就在大家想要熄火灭火的时刻，为什么我们的赖总统却又想要点火，想要玩火？这才是我们真正最忧虑的。所以再一次的呼吁赖总统，不要因为您个人的政治得失，而把我们的身家财产、性命安全作为你政治豪赌的筹码。我再次的呼吁赖总统三思，不要玩火，我们共同来为两岸的和平稳定努力，才是全民之福。开头我觉得讲得很好，后面有点老套，但这就是国民党的讲法。那我们还是实际来讲，赖清德他是赌错了，他想要凝聚反共的，可是他不知道蓝营的群众基础没那么想反共。你如果真的要在那边喊，我也不会阻拦你。可是这个就很关键了，更何况多数的台湾人不想去跟你民进党打仗，所以我们前面讲，你影响到我生活，我就不会投给民进党。终于进到一个比较深水圈的讨论，为什么今年的反共牌、抗中牌如此疲软？大罢免大失败，其实大罢免第2场点数比得票还要多，杠杆丧失了，真的。原本作为中间选民主力的第3势力，已经全面进入到反赖阵营。对，柯文哲司法案件让民众党反赖反绿比国民党还激烈，即便他们里面的意识形态，甚至有一半是对共产党是很感冒的。对，可是这一群人，他们对赖也没有好感，不会因为你的抗中保台而发酵。可是，在蔡英文时期，这些人的票是会往蔡英文流的。对，而
赖清德拿不到这些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板块的挪移。而且这个板块有一种永久难以恢复性。第一个，柯文哲并不是老到随时会不见，每看到他一次就想到那伤痛一次。第二个，其实意识形态有时候是相对的，它没有绝对的绝缘体，它会流动。比如通气沈伯洋，理论上这些人应该要站在我是沈伯洋这个角度，可是我真的对你民进党真的太讨厌了，尤其你沈伯洋就是赖清德的智囊，每天出了鬼点子、鬼扯淡，好，那我就讨厌你。所以对岸通气沈伯洋，他就去研究，真的好像有一点道理，但他不是绝对的，他依然对于共产党有巨大的疑虑。你说你叫他去对岸玩，他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可是你说他完全排斥吗？不见得。那我觉得其实真正让抗中牌失效的，从来不是别人，就是赖清德。而赖清德继续这样玩要赢抗中牌，可是效果就不断下滑。你就像刚才讲到，股市隔一天是纹风不动，完全没有一个效果。